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索多玛、俄摩拉。在那场几乎抹平人类文明的大洪水之后，圣经第一次在洪水后的叙事中呢，再次提到了与尼非林渊源密切的一个族群，那正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基大老马联手3王征伐5座城市，其中呢就包括索多玛、俄摩拉。这个时候，利伐因人、苏西人、以米人、何利人这些名字接连出现，就像是旧世界残留下来的幽影，重新踏上了战场。不是更早，也不是顺便的提一句，而是刚好在那一刻，也就是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刻。这并不是一个巧合，就像你翻开一本古书，忽然在页角看到一行被划下的笔记，像是刻意留下的提醒。那一刻，神正在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一个关于土地、后裔与救赎的永恒承诺。但与此同时，那些旧日的身影又回来了，仿佛从未离开过。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期提到为何以色列人必须清洗迦南7族吗？这就是答案的一部分。说是重现，更像是一种宿命的碰撞。神将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到一片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，可那片地呢并不干净，也不是空白的乐土，而是一块早被污染的旧场。那里的根呢早被另一种存在缠住，高大、古老、隐秘。其中利伐因人、亚摩利人，还有那些未被命名的族群，像雾中的轮廓，被记录又被遗忘。他们不是神的子民，他们是旧世界留下的毒素。所以呢，问题就来了，神为什么偏要把亚伯拉罕带到这儿呢？为什么要他直面这块地的最深的黑暗呢？神带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，就是那个拜月神的老家，走向了一个未来的舞台。但他来到这块地的时候，早就不是无人之地了。这块地呢，被称作迦南，是应许之地，却早被一群神秘而危险的族群占据了。他们高大好战，擅长构建城墙与暴力，活在族谱的边缘。圣经叫他们亚摩利人、赫人、耶布斯人，还有利伐因人。这些名字呢，听起来像民族，但看起来更像是古老的警告。神知不知道这些族群在应许之地呢？当然知道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把他的朋友，那个他立约的人送进那个地方呢？也许呢，我们一开始就误解了应许之地的意思。它并不是奖赏，反而呢，它是战场，它是任务，不是礼物。神选择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强，而是因为他信到可以走进一片危险的地方，信到可以在邪恶的根部种下一棵全新的族群之树。就像洪水那次一样，神不是在回避污染，而是在拔除污染。但这次呢，他不是用水，他用的是人。亚伯拉罕就是那个人，他像是天国战线上的第一个战士，被神送去对着黑暗喊话：我要把你们从这片地上清掉，连根拔除，寸草不留。这话当时还没人听得懂，但利伐因人、亚摩利人听到了，他们知道麻烦来了，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。人们总说索多玛是因为淫乱才被神毁灭的，这个说法没错，但不完整。因为真正可怕的不是他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那种不该存在的事儿。索多玛之所以特殊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比别人更糟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把某些非人的行为当成了文化的一部分。那不是道德的滑坡，那是属灵的错位。犹大书1章6至7节用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词，这个希腊词翻译作别样的肉体。这不是普通的情欲放纵，这是跨越了人类与天使、神造与堕落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界限。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曾经很难解释的场景。当天使化身为人来到索多玛，想救出罗德，索多玛人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不是凡人，却不敬畏不惊恐，而是提出了要求，要把他们交出来，要认识他们。这不是突发的事件，这是文化的记忆。这座城市呢，已经对非人之行习以为常，他们知道那些存在，也知道该怎么与他们交集。索多玛的罪不只是性，是对神造秩序的践踏，是人与天之间界限的故意撕裂。所以神这一次呢，不再派水，而是派火。水是洗净，火是封口；水是劝告，火是终结。不是神的脾气变了，而是这类罪再不能留下来了。很多人以为尼非林的回归只是某个身高3米的怪物某天又出现在山谷战场或者某块废弃的地里，其实不然。他们的可怕从来不只是身体，更大的问题是他们留下了一套系统，一种文化记忆、权力结构的模板。你看那些在创世纪14章里登场的巨人族群，利伐因人、以米人、亚摩利人，
他们不是散兵游勇，他们有城、有王、有联盟，也有战争指挥体系。他们能在亚伯拉罕时代操控整个约旦河谷的局势，更能在摩西时代和以色列人血战。这说明这些存在不是幸存者，而是重建者。他们拿着旧时代的模板，在洪水后的世界里重启了一套与神对立的政权架构。他们不只是活着，他们在治理。他们不是野兽，他们是君王。这种渗透呢，不是一次性的，也不是单点爆发。他们不是强行统治，而是慢慢地渗进人类的生活，把人教会怎么活在他们的规则里。比如，为什么洪水后的世界再一次出现高墙巨城？为什么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，几乎每个古老帝国都有神人共治的说法？为什么巨人与王权总是同时的出现？而高贵血统的概念又为什么在全球各地都有原型？我相信这并不是偶然，这是一套被隐藏的殖民体系，从文化到血统到信仰再到权力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污染了人类对神的理解，对律法的认识，对人应该成为样子的定义。这才是最危险的部分。你可以杀一个巨人，但你杀不掉他们留下的体系。他们教人建塔、建城、建制度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取代造物主，自己为神。这正是索多玛真正的病。不是那群人有多败坏，而是那座城的运行逻辑早就不是从亚当、赛特传承下来的体系，而是为了延续他们那种血统下的世界观。所以呢，他们不是回来了，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此外呢，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细节，在创世纪第10章，那张记录洪水后所有民族起源的列国表里，没有任何关于利法因人、以米人、亚纳人、苏西人的字眼，完全没有。那张谱系是完整的，从闪、韩、雅弗开始，一代代列下去，连迦南的支族、非利士的远亲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但这些后来在战争中一次次被提及、被击杀的巨人族群，却一个都不在上面。那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神忘记写了吗？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它放进去？更可怕的可能性是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挪亚的后裔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巨人属于另一条没有被列入族谱的线，一条该在洪水中被断绝，但却以某种方式存活下来的线。他们是幸存者吗？是复活的基因吗？还是又一次神的儿子的产物呢？神记录了所有他允许存在的民族，却跳过了这些巨人的群体，说明他不是合法的后裔，而是违规存在的血统。他们的来源可能不是从闪、韩、雅弗，而是从那条神本已经判定要被终结的混种之路。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也许他们原本是挪亚的后裔，但中途变了，与堕落者通婚，与尼菲林之血勾连，成了混血中的混血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们就不再被视为人类族谱中的一部分了，他们成了一种夹缝中的存在，有名无姓，有地无根。他们活着却不被纪念，他们强大却不被神认可，而列国表的沉默其实就是最清晰的界限。那么这些族群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堕落，创世纪第6章，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与他们交合，生下了尼菲林。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几乎都吞了下去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只是第一轮，如果洪水之后这些堕落的天使又一次悄悄回来了呢？这种可能性呢，并不只是猜测，在某些被封印的文献里，它有名字，有逻辑，甚至有操作流程。比如诺斯替福音，在不可见者之书、亚当启示录、赛特之书中，有一条极为隐晦但一致的传说线。赛特被神设为纯洁种族的父亲，他的后裔被称为不动摇者或无垢种族。在洪水之后，这个族群并没有彻底的消失，而是被重新栽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之间。这听起来像寓言神话，可他们写的却非常具体。赛特的种子与土地上的永生族结合，孕育出一个新的存在，不是神造的，不是人类的，而是自生自育的中间种族。他们叫它地生勇士族，而索多玛、俄摩拉正是他们在种之地的两个中心。所以呢，你再回头看索多玛，你就会发现那不只是堕落之城，更可能是尼菲林复苏的实验室。你还记得索多玛人为什么认得出天使的样子吗？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，他们可能早就参与了。他们不是愚蠢到想玷污神圣，而是早就将与天使结合当成一种崇拜，一种遗传工具。而这一切在神的眼中就是第二次的堕落。很多人都知道巴珊王巨人恶，
那位身高9肘、床是铁做的，在摩西时代被击杀的王，你知道他早年的身份吗？他原本是亚伯拉罕的奴隶。这不是传说，这是犹太传统里一段被低声讲述的往事。据塔木德和拉比文献记载，厄最早是宁禄赠给亚伯拉罕的奴仆，当亚伯拉罕娶了萨拉之后，将他释放。这听起来像一段小的插曲，但后来的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。厄被释放之后呢，没有归隐，而是建立了60座城池，其中包括了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及整个约旦平原的城市同盟。这并不是一个奴仆会做的事儿，而是一个有着完整组织、残存血统、巨大野心的一个存在，在恢复他的地位。别忘了，厄后来被称为亚摩利人的王，统治区包括巴珊、比拉、萨列等巨人聚集地。而在拉比传统中，他并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利伐因人的直系后裔，是从洪水中逃脱的那一批巨人之一，或者更极端一点说，他根本就没死在洪水中。厄当时是奴仆，但他的心思从未卑微过。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这样说，当基大老马掳走罗德时，正是厄跑去告诉亚伯拉罕，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忠诚，而是希望亚伯拉罕战死，好让他取走萨拉。你可能会想，一个巨人王怎么会惦记一个普通的女人呢？但萨拉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她的美貌在圣经里从不多写，却处处惊天动地。法老王为她设计了接近计划，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为她预备寝宫，厄对她存着妄念。在创世纪第12章20节，亚伯拉罕2度不得不谎称她是自己的妹妹，只为了保命，因为他知道这女人一出现，国王就要下场了。她不是那种倾国倾城的浪漫设定，她是那种美到足以引发外交危机、王室婚约、战争诱惑的女人。厄盯上她肯定不是意外。他说过这种话，我要告诉她打仗是想让她死，那女人是我的。他没有打赢萨拉的美貌，却赢得了足够的权力。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、比拉这些城的统治者，或许表面上各有其王，但他们的根可能都是通向一个厄。他不是表面的王，而是政权背后的种族记忆。他从亚伯拉罕的营帐中被放出，然后成为巨人王国的奠基者。说到四王联盟，基大老马、暗菲拉、雅略、底达，他们浩浩荡荡征伐西部的5城联盟，也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、比拉，就是那5座罪恶之城。他们为什么而战？基大老马是以兰王，他的首都在今天的伊朗西南部。他要讨伐的这5座城在死海东南岸，隔着上千公里的沙漠和山地。你说这像是为了几车香料和银子就动员的战争吗？表面上看呢，是的。5座城服侍基大老马12年，第13年反叛，于是4王联手出征，惩戒叛徒。但是你翻一翻路线图，你就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这支联军的刀锋不是直接对准5座城，而是先一路横扫了利伐因人、以米人、苏西人和利人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真正打击的是那些还活着的尼非林的血脉。其中呢，利伐因人被称为巨人，以米人强壮如亚纳族，而亚摩利人更是后期7族中最暴烈的一支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分析过，亚玛利人和亚摩利人都是巨人的后裔。所以说呢，4王打的不是反叛，是污染。可能是他们看到巨人的统治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。那么历史上呢，基大老马被认为是以兰的王，苏萨的统治者，也是乌尔王朝的征服者。他的同盟之中呢，暗菲拉、雅略、底达全是东方的霸主。其中雅略有的学者说是来自亚述，而底达呢，有学者说是赫梯的部落王。他们是人类，但他们不是普通的人。就像后来神会用巴比伦王惩戒以色列一样，神并不总是用一人出手，而是用得上就用，哪怕这把刀锈了，也得劈开巨人的根。而这把刀最终砍向了索多玛，因为索多玛不只是道德沦丧的城市，而是巨人后裔的藏身之所。你再看古代的学者约瑟夫斯的记载，他说这场战争是亚述人攻打巨人的后裔亚玛利人和亚摩利人。他没有做模糊处理，他直接说了他们是巨人。而圣经呢，也没有掩盖索多玛的堕落，不仅是行为上的腐烂，更是结构上的崩坏。他们不但行淫、骄傲、暴虐，还与天使同寝，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犹大书1章6至7节的原话。放纵情欲不只是人，还有那些从未该出现在人间的存在。
所以神出手呢，不再用水，而是用火；不再警告，而是彻底的铲除。因为索多玛的罪不只是性，是血，是种，是系统性的堕落。后来呢，基大老马联盟呢打败了索多玛，索多玛的王逃走了，百姓被掳，城市瓦解了。就连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，他因为住在这座城市，也被当作俘虏带走了。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出手呢？他没有等启示，也没有问神是不是时候，他一听说罗德被掳走了，就立刻带着300多人追了上去。这是战争吗？不完全是。是报仇吗？也不是。那是一个男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骨肉，在神静默中做出的本能反应，因为罗德是他的家人。亚伯拉罕当时当然不知道，他所救的不只是一个做错了选择的亲戚，而是神谱系中一个看来微不足道却决定走向的伏笔。罗德的后裔中将诞生一个女子，叫路德，她是摩押人，但因忠心归入以色列，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。再往后，她的血脉会流向伯利恒的马槽，流向那位真正的救赎者。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些，他只是知道罗德是他的亲人，需要救。他夜袭联军，击退4王，救回罗德，也救回了索多玛的百姓。有人会问，那这样不就是帮了尼非林政权一把了吗？不是这样，亚伯拉罕不是为了5王的胜负而战，他只为自己的亲人血脉而战。这一战结束后，索多玛看似重建，但你我都知道，那只是被毁灭前的回光返照。而就在战后，2个王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，一个是索多玛王，带着战利品想跟他结盟，另一个呢是神派来的祭司麦基喜德，也就是撒冷王，带着饼和酒出现，什么也不求，只说愿至高的神赐福给你，你的敌人已经交在你的手中。亚伯拉罕站在2个王之间，一个是混血秩序的诱惑，一个是属神国度的安静介入。他没有犹豫，他拒绝了索多玛的财物，也拒绝了属于那城市的所有归属感，然后俯首接过麦基喜德的祝福。这不是战后的外交分赃，这是一场属灵血统的宣告。这场战争呢，打破的不只是地上的城邦联盟，是神之民与堕落血统之间的第一次正面碰撞。从此以后，神不再容忍尼非林秩序在地面上复建，索多玛也进入了毁灭的倒计时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那片土地最终被火焚尽，没有留下幸存者，也没有留下废墟，只剩下一整片死寂。就连逃出来的罗德的妻子也因回头看了一眼就变成了岩柱，风吹过来连灰都没有，只有盐。有时候神不回应是因为还在等人回头，而有时候他不再等，是因为那条界限已经被踩碎太多次。索多玛不是第一，也不是最后，只是那一次神决定亲自关上那道门，然后转身继续寻找愿意听他说话的人。